我们结婚吧，我们结婚吧，我正式向你求婚。一拉过拉环。你是不是觉得你很浪漫？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到了。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给你换一个大钻戒。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是不是心情不好？明明昨天晚上我们已经……昨天晚上我跟你睡了，我以为跟你结婚了。抱歉，我觉得我应该给你一个交代。等你什么时候能买得起大钻戒，你再给我所谓的交代。这块表，我想卖了它。这块手表是限量款，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您确定要卖了它吗？云云，这是爸爸给你准备的成年礼物。以后爸爸不在了，就让他陪着你一起长大，陪着你一起经历人生最重要的时刻。谢谢。乖。你怎么今天来这么晚？哎，素媛，怎么在这儿？他什么意思？成哥啊，你给我点时间，我自己处理行吗？行，那我先去房间里等你。嗯。找我什么事啊？你怎么和这个男人在一起？看不见嘛，我们俩好了，咱们去开房去。是我女朋友。女朋友？我什么时候说我是你女朋友了？为什么？你根本不爱她。是，我确实不喜欢他，但是架不住他有钱啊。什么意思？我只要跟了他，就可以免了那300万的欠款，还能帮我妈结清医药费。你要是为我解决这些问题，我也可以喜欢。听我说，虽然我现在还没有那个实力，但你相信，以后我一定会给你过上好日子的。你看，戒指我都……以后是多久啊？3年、5年，还是10年啊？连最便宜的画廊都不愿意寄卖你的作品，你觉得你许诺我的好日子，我这辈子还能赶到吗？跟你说过，你很喜欢我收你的作品。我喜欢有什么用啊？你那些卖不上钱的东西都是垃圾，你凭什么要求我用宝贵的青春守着一屋子垃圾啊？我有希望成为摄影艺术家的。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一个连日子都过不下去的人，谈什么梦想？你这个叫做痴心妄想。以后别再来纠缠我了，我们好聚好散。素媛，少爷，您是时候就继承家业了。一个连日子都过不下去的人，谈什么梦想？你那些卖不上钱的东西都是垃圾。帮我举办一个摄影展，把这幅画标价1块钱。是，名字就叫倩子。
少爷好。宋小姐，这个孩子，你确定要留下来吗？要，不要留下。据悉，明达集团于昨日召开股东大会，任命继承人江卓云于为集团 CEO。江卓云本人将在本周日举办摄影展，对摄影师的生涯做彻底的告别。沈总，宋媛怀孕了。你好，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想买下它。江总，展会那边来消息了，那幅骗子被一个神秘人用500万买下了。500万？我不是让你标价1块吗？的确是标价1块，但对方执意要给500万。马上去查，我要知道买家所有的信息。妈，你怎么起来了？妈给你冲了一杯红糖水，趁热喝了吧。谢谢妈。再喝一点。啊。跪下。哎，怎么了？我叫你跪下！你还记得我和你爸爸是怎么教你的？没想到你竟然为了钱出卖自己，你还怀了孩子。我都知道了，是我没有教好你，我愧对你死去的爸爸。既然我不能阻止你犯错，那就让我帮你及时止损，弥途知返。妈，你什么意思啊？你在红糖水里加了什么吗？那根本不是红糖水，那是堕胎药。你要是吐了，我就再帮你准备一杯。妈，我求求你了，你让我把这个孩子留下吧，他是卓越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了吗？妈，你是不是糊涂啊？留下他，这辈子就毁了。哪个男人会要一个未婚先孕的女人？我不结婚了，我跟孩子，我们陪你一辈子。妈，你要听妈妈的话，把孩子打掉，把钱还了，我们重新开始。不要，妈，我不要，我求求你了，妈，不要，江总，买骗子的人找到了。什么？谁？叫宋元。怎么会是他？他现在在哪儿？人在江州人民医院妇产科，我查到了他今天预约了人流手术。江总，我查到了买骗子那个人叫宋元。江总听完这个名字就冲出去了。沈
沈总，宋云私自买下了少爷那副片子，现在少爷已经追出去了。医生，你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把我保住他？你再帮我想想办法。你喝的堕胎药对胚胎的影响非常大，保不住了。难道会疼吗？不会。江周云，对不起，是我没用，没能留住我们的孩子。宋源，你是他家属吧？他刚做完流产手术，这张单子上的注意事项你得仔细阅读，得好好照料他的小月子。产手术，这孩子是我的，对吧？为什么要打掉他？因为江周云，如果我告诉你真相，只会让你更痛苦吧。你已经回到了江家，我不该跟你再有任何牵扯，因为我不想将来跟别的男人结婚的时候带着个拖油瓶。你说谎！我为什么要说谎？你该不会以为我还爱着你吧？你如果不爱我，你为什么会花钱买那副片子？卓云，妈妈告诉你为什么。宋小姐，我们又见面了。你母亲身体还好吧？啊，你认识宋源？认识。江周云，事到如今，我也跟你摊牌吧。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明达集团的继承人，江州首富的嫡子。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自始至终就是个骗子。我从一开始就精心策划了跟你相遇、相知，并成功让你爱上我。但其实我早就受够了跟你在出租屋里过苦日子。但是我一想，你是江家独子，你迟早会回去继承家产的，我就忍了下来。但是这一切让你妈妈发现了，她给了我1000万让我离开你。于是我想了想，1000万跟你，我肯定选择1000万。不可能！如果你是骗子，你不会花500万买那幅画，一定还是爱我的，对吗？醒醒吧，我的大少爷！我一个爱财如命的骗子，你觉得我会花了500万去买你的作品？那幅作品是我帮你妈买的。就算你是个骗子，就算这一切是你精心策划、精心安排的，可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你有没有一点喜欢过我？哪怕一点点。我当然有啊，我肯定是喜欢你的。但是我喜欢的是你的家产，是你的钱，不是你这个人。我今天但凡有一点喜欢你这个人，我都不会打掉这个孩子，懂吗？你个骗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江少云，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就忘了我这个骗子吧，回到你原本就璀璨的人生。沈总，你终于来了。宋小姐是聪明人，你在卓云面前的回答，我很满意。你用我妈妈来威胁我，我敢不让你满意吗？这不都是你自找的吗？谁让你自作主张买下卓云的作品？
还让他查出来买主是谁，甚至你还想生下和卓云的孩子。宋小姐，这个孩子你确定要留下来吗？要，不要留下。好吗？是你买通了医生，然后告诉我妈妈我怀孕的事情。我做事情向来喜欢万无一失。那是江卓云的血脉，能给卓云生孩子的女人多的是，但你不配。你就不怕有一天他知道真相之后会记恨你？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只要他能够顺利的回到江家继承产业，就算是恨我，又有什么关系？这里是600万，500万是你帮我买画的钱，剩下的100万是你今晚的演出费。对了，那幅片子就留着给你做纪念吧。我昨晚梦见你爸爸了，他说我不应该打你那一巴掌。圆圆，你会怪妈妈吗？妈，是我做错了事情，不怪你。我就想以后好好陪着你。你去给妈妈打瓶热水。那你等我回来。圆圆，妈妈知道你是因为我的病和欠周家的钱，才不得已去骗人，所以妈妈决心不再拖累你，早些去跟你父亲团聚。圆圆，人都会死，所以你不必伤心，把钱还回去吧，重新开始你的人生。妈妈永远祝福你。没有看到吗？没有。有人跳楼啦！开个价吧。当初你为了区区1000万，想尽办法勾引我，想必现在也能开个价，自己卖给我。区1000万，果然是有钱人家的事。那既然如此，我要5000万，不过分吧？倒也不是不可以，那我就要看看，到底值不值这个5000万。你干什么？装什么清楚？当初上了纸，可没那么矫情。就是个疯子，那也是被你这个骗子逼疯的。把它签了。你要跟我结婚？我只是用一个合法的手段把你留在我身边罢了，不然我要怎么跟外人解释你是保姆还是情侣？为了报复了一个骗子，搭上你自己的婚姻，值得吗？明达集团的市值上1000亿，我作为 CEO， 一举动都在媒体的监视下。要是哪天因为一个骗子，明达集团推上风口浪尖，那才是最大的损失。你真够狠的。
从今天开始，就给我待在这个房子里，没我的允许，哪里不许去。所以，我是你养的金丝雀吗？江总，少往自己脸上贴金，脸多撕一条。或许，这就是上天对我的惩罚吧。江先生，找身衣服，把他身上这身破来换了。是，您这边请。换。再换。江先生，您看这套怎么样？多美的一张脸，怪不得以前我会被你的神魂颠倒。江总，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闭嘴！不该你问的话，别问。沈总生日快乐！咱们以后公司常常合作，好吗？谢谢周少，代为您父亲好。江少身边的女人是谁呀？不知道是哪家千金，挺不错的。哎，我听说江行云不喜欢你看，身边的狗都是公的。我看这传闻啊。妈，生日快乐！谢谢儿子。还不赶紧打个招呼？沈总，生日交错了。卓云，不要胡闹，来者是客。宋小姐，抱歉，今天是私人宴会，你出现不大方便，不如我叫司机把。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跟我来一趟。乖乖在这等我，如果你敢跑的话，就把你腿打断。江少刚才叫他闭嘴，看来也没把他放在心上哈。的确，正牌女友怎么可以这么粗鲁的对待呢？我听说啊，家里给江少安排了相亲，我看这个女人啊，恐怕不知道是从哪个会所里面找出来的女模来气他妈的。卓云，妈妈给你安排了那么多大家闺秀、名门千金去相亲，哪个不比宋小姐好？您既要我快速结婚，又要指定人选，未免太贪心了吧？妈妈这是在为你好，怎么叫贪心呢？您大可不必在我面前扮演慈母。卓云，我看你是根本就没有忘掉宋元吧？我怎么可能和这个骗子一起？那既然如此，你怎么还跟他纠缠不清？你觉得我是什么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人吗？别忘了，2年前要不是你帮他逃跑，他到现在都不可能安稳无事。婚姻大事不可儿戏。您只不过是想让我找个人结婚，传承家业，这个人是谁都没关系，不是吗？是，谁都可以，但唯独他不行。您如果执意认为不行的话，
让我明天就去离婚。你们已经领证了。来参加您的生日，得名正言顺。不过我江卓云这辈子只结这一次婚，要不要接受，您最好想清楚再告诉我。嗨，美女，哪个厂子的？加个微信吧，到时候我去给你捧场。哎，别走啊！这位先生，请你自重。能把江卓云迷得神魂颠倒，说明你伺候人的本事还不错。我给你加点，伺候我。滚！急什么？我不介意你被江卓云玩过，那是你的荣幸。女人嘛，关了灯都是荡妇。操！给你脸了！江少，在我家动我真是这个贱人，他勾引我。看来是我误会周少了。是的，他勾引我的，是吧？我就说吧，这个女的看起来就是个不安分的货。江少这才走几分钟啊，这就勾搭上了？也不一定。周元什么货色，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是他说的这样吗？不是。那你说说是什么样？他侮辱我。他怎么侮辱的你？他说不介意我被你玩过，那是我的荣幸。女人嘛，再坚持，关了灯一样是荡妇。不是这个样子，不是这个样子的。江卓云，把我打成这样，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打电话给周董，让他来我这里。我倒是想看看你爸怎么饶不了。胆子这么小，都出汗了。给太太倒杯冰水，她有点受惊了。是。你是我太太，就不会让人欺负。江总，对不起，我这逆子无意冒犯了江太太，还请江总无意冒犯啊不，故意冒犯，还请江总给个面子。你让我给你面子？逆子，我赶紧和江总、江太太道歉，让他们原谅你。江总，对不起，我不知道她是您太太，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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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太太，你怎么看？先送医院吧。既然我太太发话了，那就先送医院吧。至于后续的医疗费，开完发票找我助理报销。你不是跟我说你已经安排好了一切，宋元他在江城活不下去吗？那为什么卓云还是找到他了？抱歉，沈总，是我的失误。星云，你太让我失望了。甩脸色给谁看？没人看戏，江总不装了是吗？这就生气了，受不了了吗？你在宴会上给足我体面跟尊严，我有什么资格生气啊？我既然娶了你，对外你就是我江卓云的老婆，江家的少奶，在外我会给足所有的面子。但是，一回到家，你就是我花钱买来的佣人。我有自知之明，你不需要提醒我。你早有这窝里横的态度，今天就不至于我出手收拾残局。那个蠢蛋当众羞辱你，你就是在打我的脸，打狗也要看出来。过来。婚礼没有，但戒指得有，以免哪个不长眼的蠢蛋又打了我的脸。
这个戒指，你在痴心妄想什么？当初那枚戒指是我变卖了我爸的遗物给你买的，包含了我所有的心意，也是他对你的祝福。你觉得你这个骗子配戴那枚戒指？别在我面前装的可怜兮兮的，我可比我妈大方多了，给了你5000万，你应该感恩戴德，给我笑笑。别笑，比哭还难看。江总，青山别墅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的人24小时待命，绝对保护宋小姐安全。叫她什么？宋小姐。抱歉啊，江总，是太太。江总，结婚证属于您个人重要文件，要不你自己拿着？不是什么重要东西，放那儿。宋远，这辈子不会饶了你。那个女人最近在干什么？太太除了上班，平日里就在青山别墅待着。上班？是的，太太在陆总的星源娱乐上班。什么职位？说是艺人助理，实际上……宋源，安西老师的剧本打印好没有？哦，你没事干就在那摸鱼，去楼下买10杯咖啡回来。好。江总，太太这2年找工作屡屡碰壁，就算是名牌大学毕业，没有公司用她，就仿佛被人封杀了一样。所以太太只能找些杂活，勉强维持生计。是他活该。帮我查一下，是谁在背后谋杀他？是。他怎么可能搭理我呢？那天晚上，他在江家承认我的身份，不过是为了和他母亲置气罢了。太太，我来帮您拎吧。不用，我自己可以的。您一个人拎这么多太重了，还是我来吧。你倒是殷勤，可惜某些人不领情啊。江总，我把太太送上去，再下来找您啊。你给我吧，我自己拎上去就行。不用了，太太，我要不给你送到地儿，明儿江总就让我去中东挖地雷了。他怎么可能啊？非常可能。薛先生，谢谢你帮我送咖啡回来。薛少，安心小姐，你怎么在这里？哦，我陪江总过来拜访一下陆总。江主任也来了。他让你送咖啡来探班？哦，不是，咖啡是是宋小姐买的，我只是帮忙拎上来。哎呀，我前段时间啊在南法度假，没赶上阿姨的生日宴，你帮我把这礼物带给她呗。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啊？来给你送钱。哼，我猜呀，你是知道安西今天在这里拍摄。脑子是个好东西，但你没有。人身攻击啊！姓江的，别以为你有钱你就可以骂我。我给你投2个亿，但我要33.4%的股权。你当我傻呀？33.4%的股权所有，拥有一票否决。我听说前段时间你离婚，我来给你送钱，你应该感恩戴德，喜极而泣。那我是不是还得跪下来喊你一声金主爹呀？大可不必，主要是我不想有你这么个儿子。对，据我所知，你跟这安西也就几面之缘，这么快就一掷千金，博红颜一笑了？什么瓜都吃，只会害了你。开玩笑。干嘛这么看着我呀？参观拍摄？狗东西，还说不是？安老师，一个咖啡。宋远，你是怎么认识薛昭的？我跟薛先生不熟的。不熟？那他会帮你拎咖啡？你知道他是谁吗？就管让他帮你的忙。江周云，你怎么来了？探班。我说呢，学长怎么会来？原来是你来看我了。你出去吧，这里没有什么让你帮忙。哎，那个谁，麻烦帮我带一下门。你坐那边去，我有。你每次都这样，和我见面又不许我碰你。闭嘴，话太多了。江卓云刚给咱们投了2个亿，你们说他是为了捧安西吗？这些年江卓云一个绯闻都没有，只有安西被记者拍到和江卓云在法餐厅约会，2小时了。你们说他们关着门在里面干什么？你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能干点什么？听说江卓云是有老婆的，前段时间在江家的晚宴上，有好多人见过这位传闻中的江太太。有老婆，跟外面的女人还没断干净，说明这老婆就是个摆设，约等于无。你说是吧，宋渊？啊，是的。你脸色怎么那么差？身体不舒服吗？我有点闷，我先出去透透气。你说孤男寡女共处一室能干点啥？有老婆，跟外面的女人还没断干净，说明这老婆就是个摆设，约等于无。如果你想让别人知道的话，还可以大点声。哭什么？没哭。还嘴硬。放开！是气我跟安西？我就是你花钱买回去的摆设，我有什么资格干涉你的私生活？江总，倒是挺有自知之明的。别说一个安喜了，就算你身边有周喜、刘喜，不管什么喜，我都不会生气的。倒是想问问你，当初我妈给了你1000万，这1000万这么快就挥霍完了，以至于现在给人端茶倒水，好赌送咖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江总？当然有关系，区1000万，跟我这棵摇钱树比，
后悔当初杀了我？当然后悔啊！后悔当初怎么没要1个亿啊？就要了1000万，也太少了吧？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是什么颜色！我就是个骗子，没有心。滚！听到吗？叫你滚，听不懂吗？江卓云，你的外套往哪？脏了，有点。回公司。江总，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那你就不要讲。好，讲。江总，我觉得您可以跟夫人好好谈一谈。您为了她，都给陆总那公司花了2个亿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是为他花的钱？我江卓云的女人在外面给别人打工，传出去我不要面子。江总英明。安老师，今天辛苦你了。不辛苦，都是我应该做的。既然不辛苦，那还得麻烦你帮我把品牌方的项链送回剧组，交给服装老师保管。现在吗？是啊，他们剧组毕业系统用呢，麻烦你跑一趟喽。好，应该做的。姐，服装老师不是说今天他们不出工，项链可以明天送回去吗？是啊，但我就是故意的呀。从公司到剧组单程2个小时，而且天气预报说今天会有暴雨。你既然这么好心，要不你去替他送？我就这样啊。那个，陆总。啊，小宋啊，这么早就下班了？啊，不是。我是帮安小姐送项链到剧组里。去吧，好好努力工作才能升职加薪。那些到点下班的都是咸鱼，知道不？我知道了，陆总。去吧。学长，你怎么这宋媛这么殷勤？你是不是觉得人家漂亮，想追求人家？陆总。我不敢的，你就说人家漂不漂亮？陆总啊，我劝你，这话可千万别在江总面前说。为什么？为了您能长命100岁。哎，你找谁啊？今天不是有剧组开工吗？他们有夜袭，过来还东西。大暴雨停水停电，全剧组今天休息，不开工。喝一个。不喝你来会所干什么？区1000万，跟我这棵摇钱树比，后悔当初杀了我。当然后悔啊！后悔当初怎么没要1个亿啊？就要了1000万，这也太少了吧！我真想把你的心挖出来，看看是什么颜色！我就是个骗子，没有心。谁给你打电话？怎么不接啊？跟你没关系。哎呀，没电了！江总，封杀夫人的人查到了。江总，我虽然没有查到封杀夫人的人具体是谁，不过有证据显示，下命令的人是董事长身边的江特助。江行云，这张照片你还有印象吗？这是什么手段？这是我调查江特助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您离家出走后，江行云一直在暗中监视您的一举一动。还查到了什么？
宋家大火当天，江特助的车曾出现在宋家附近。宋家大火2个月后，太太曾去瑞丰银行兑换过一张1000万的支票，这些钱太太用来还了母亲的医药费，用来赔了周边邻居300万。但这些事情都发生在认识您之前。江总，有句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你的意思是，宋妍虽然是骗子，但他是被我妈设计陷害推入深渊，然后再给他一个交易的机会，把他安排在我身边的。董事长的计划天衣无缝，但他唯独漏算了一点，那就是太太真的会爱上你，所以太太用剩下的500万买了您那副骗子，这才让您找到医院去。但是我还是慢了一步，董事长早就买通了医生，向宋太太泄露了太太怀孕还有医药费的来源，所以宋太太这才下药导致胎儿流产。等我们到医院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董事长用宋太太的安危做威胁，这才迫使夫人跟您说了那些违心的话。你个骗子！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江少云，我们本来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就忘了我这个骗子吧。学长，是我害了他。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他现在人在哪儿？太太去给剧组送东西了。现在？啊？你这么能耐，怎么不明确告诉我？啊，江总，哎，江总，哎，江老总怎么这么着急？干嘛去？陆总，您认不认识卖墓地的？可以打成吗？卖墓地的，这么年轻就要操办后事了？是的，或许你也需要。江总，所以我是你养的金丝雀吗，江总？少往自己脸上贴金，顶多3条狗。我既然娶了你，对外你就是我江卓云的老婆，江家的少奶，在外我会给足所有面子，但是一回到家，就是我花钱买来的佣人。别在我面前装的可怜兮兮的，我可比我妈大方多了，给了你5000万，你应该感恩戴德，给我笑笑。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张周云，你什么时候来接我回家？张周云，你终于来接我回家了。我说过，不管你在哪里，我都能找你。你要把自己弄得这么失败。江周云，江总，谢谢你今天来接我回来。故意的是吧？啊？什么？单程2个小时的路，你就不知道让司机多等你一会儿，拉你回江城啊？那个师傅他接了新的订单，就着急走了。那你就不知道打电话叫人来接你吗？我打了，但是还没打通就关机了。打给谁了？对不起啊，我不应该打扰你，我知道你很忙，但是我那一刻我就只想到你了。我想到之前下雨我不带伞，你都能找到我在哪。
你别生气啊！我知道我不应该没有分寸擅自联系你，但是你放心，以后绝对不会再有这种情况发生了。万一再有这种情况，要是再有这种情况，我就找别人帮忙，绝对不会打扰你的。那你说说，你找谁？找谁都行，但你放心，绝对不会再找你的。喂，江总，不惜一切代价查清楚当年宋家火灾的经过，我要确切处置。是，江总。梦圆，项链昨晚送回去送。安老师，我昨天去剧组的时候，他们说停工了，我是今天早上送过去的。这样呀，那是辛苦你了呢，跑了2趟。不辛苦，工作而已。安小姐，江总让我接您过去。他又想我了吗？这么粘人，连个人都记。周云，我来了。江总，人到了。立马从新源消失，这是给你的补偿。为什么？江周云，我做错了什么？别在我面前装，我有目的不正。峰哥，周云，放开！你放开我！我要去问江云，他为什么不要我？安小姐，江总从来没有要过，又何谈来的不要你？你和江总见面不过2、3次，有什么资格质问他到底看上谁？他如果不喜欢我，为什么要对我好，还跟我一起去吃饭？你说的是你设计和江总在法餐厅偶遇，安排狗仔偷拍曝光那次，是吗？江云知道是我故意安排的。你既然用江总炒绯当垫脚石，就应该心存感激，而不是得寸进尺，欺负江总在乎的人。江周云在意的人，宋元是宋元，宋元是江云的新欢，对不对？安小姐，给你个忠告：聪明人从来不过问他不该过问的事情。他既然一直看不上我，为什么愿意陪我去法餐厅吃饭？又为什么愿意容忍我利用他炒绯闻？江总，江总，你受伤了，我去给你买创可贴。我有创可贴。我看看，贴完了没？你怎么这么傻？他们要把你打死了怎么办？那也不能让他们伤害你。别动，我帮你贴完了吗？好像有点黏。不必。不能这么。你知道吗？就是在那天晚上，他给我带创可贴的时候，我对他动心了。江总，您喝多了。女人的心为什么这么硬，这么冷啊？江总，我扶您回去休息吧。不喝了，走喽。你亵渎了江总对创可贴的美好回忆，江总让我转告你，你怎么弄出来的误会，就怎么解决它。他不希望别人误会他与你有救。此外，3天内离开江州，永远消失在江总面前。
进。江总，事情都办好了。你去找安西的时候，他什么反应？夫人没什么反应。什么叫没什么反应？所以，江总，您故意让我当着夫人的面叫安西过来见你，是想让夫人吃醋是吧？滚出去！去哪儿了？我以为你跟安小姐去约会了，今晚不回来了，我就在公司加了会。你还真是幸福呀，知道自己老公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约会，还能没心没肺的在公司加班。我明确我自己的身份，不敢以张太太的自居，更不敢要求你对这段婚姻忠诚。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啊！这不是你要求的吗？我去洗澡。通知陆岩，在合约里加一条，员工加班不许超过晚上8点。巴掌大点公司，屁事挨不上。江总，您说的员工是指所有员工，还是单指太太一个人？你不是去洗澡了吗？我拿件衣服。其实我也不是经常加班的。你以为我是在为你打电话吗？没错，确实是因为你打的电话。你刚才不是说清楚自己的身份？怎么，连下班回家都要我等你？是不是我还得等你回家把家务做了？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了，我以后早点回来。江总早。太太做完早餐就上班去了。她说下班回来做好晚餐和家务，请您放心。脾气还真是大，一句都说不得。江总，夫人做的早餐不吃了吗？吃饱了。你手里拿的什么？这个吗，江总？这个是太太给我准备的早餐。她对你还挺好的。江总，我错了，我其实已经吃过了，这份我就不吃了。是吗？别人的心意不吃挺浪费的呀。江总，我真错了。你看起来挺委屈的，我欺负你了吗？江总，我不委屈，你也没有欺负我。开车。我宣布一件事，我和陆总解约了，从现在开始，我不再是星爷的艺人。该不会是跟江总分手吧？难不成要做江太太了？另外，有件事我澄清一下，我和明达总裁江卓云没有任何亲密关系。之前那些绯闻是我为了出名，可以利用他炒作的。也希望大家不要再误解和他的关系。你还真是幸福呀，知道自己老公跟别的女人在外面约会，还能没心没肺的在公司加班。所以是我误会他了，他才那么生气啊。江总，夫人问你晚上想吃点什么，她好提前安排。他给你发消息了？是啊，你看。你怎么会有特异性的？江总，
您听我解释。你回来了，吃饭吧。我给学长打电话，他没接，我就按照你之前的口味做了饭，也不知道符不符合你现在的口味。江中云，我之前误会你跟安熙的关系，对不起啊。既然我们结婚了，婚外情这种事情就不会在我们的婚姻里出现。你不说我们之间的婚姻只是一场交易吗？过去发生的事，我忘不掉，也不想忘。你洗好了，这是干净的睡衣。戒指呢？哦，我怕弄丢了，太贵重了，我就放起来了。是怕弄丢，还是怕带着让别人知道你已婚的身份？我怕弄丢了。戒指放哪儿了？弄丢了就没事了。你老公有的是钱。手机。以后有事情可以直接找我，不必绕一圈去找学长。我是怕麻烦你，所以才找的学长。我有的是时间。是错觉吗？为什么我觉得江周云和之前不太一样了？我先去洗澡。躲什么？我没躲啊。那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心虚？你孙源，让我们忘记过去，重新开始，好不好？好。江周云，早餐。早餐一定要吃，要不然胃疼。知道。不行。江总，我们该去公司了。薛特助，吃早餐了吗？没吃的话，我给你拿一份。不用了，太太，我吃过了。谢谢太太。想吃你可以拿着。我不太想吃，江总。那就不吃。谢谢太太。江总，早会是半小时以后，您有时间先吃早餐。先去开会。回头跟开发商核实一下。家老狗这么快就开完会了？陆总，您吃的这个早餐不能是江总桌上那个吧？是啊，学长，这三明治你买的，太好吃了。谁允许你动我东西？不就是一个早餐嘛，吃了就吃了呗。不然你拿我怎么办？对了，那个融资协议你为什么要加一条，说不允许员工加班超过8点？这是逃吗？牛马不加班，我当老板的怎么发财住大别墅啊？我是资本家，不是慈善家。哎，态度，你看你。
哎，陆总，您要是惜命的话，就少说话。不就一个三明治，它至于吗？至于，因为那不是一个普通的三明治。走。明天还有早餐吗？有啊，你想吃什么？三明治。可以，但是家里没食材了。今天下班我去超市买点。一起去，下班我去接你。好。您怎么来了？妈妈需要你一个解释。这需要什么解释？一个普通的投资而已。我是不会签字让财务审批的。我走的是我私人的账户，不需要你签字。你是不是疯了？为我老婆花点钱怎么了？老婆？你是不是忘了，他只是个骗子？这个骗子不是你安排的。你知道了。我恨了宋妍整整2年，到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可怜虫不过是你手里的一枚棋子。你处心积虑设计陷阱引他上钩，利用完了就狠狠地把他抛弃了，甚至封杀。为了让我回来继承明达，你还真是煞费苦心。可他们母女有什么错？凭什么让他们家破人亡？卓云，妈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明达。不需要，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想要的是什么，只会一味的替我安排。以前对爸爸也是这样的，根本就不懂得尊重。你不要跟我提他，是他不负责任，不要你，不要我们这个家。我从来都没有对不起他，他是被你逼死的。要不是你让他滚，才不会当天晚上连夜离开，导致意外去世。卓云，关于爸爸的死，妈妈无话可说，但是妈妈还是要告诉你，你和宋元注定有缘无分，情深缘浅，不如趁早断了。长痛不如短痛，轮不到你管。是吗？既然你都已经查到了3年前的真相，那不妨再继续查查宋清辉。学长，查一下宋清辉的死跟我妈有什么关系？是，江总。董事长，其实您现在大可不必逼少爷和宋小姐分开。少爷这2年将公司管理得很好，可以。你是不知道，这些小门小户出身的女人，为了嫁进豪门，能低贱到什么地步？只要我还有一颗气在，我就绝对不会承认她是我江家的儿媳。走，去找宋元。现在，卓云已经知道当初宋元离开他是有苦衷的，那他就更不会放手了。既然如此，那就只能我来做这个坏人了。是。江卓云，我下班了，你什么时候过来接我？宋小姐，沈总想跟您聊聊。我来接你。宋小姐，我的确是低估了你对卓云的影响力。即便你当初那么伤害他，但他依然对你念念不忘。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你配不上我儿子。所以您今天找我来，是想让我跟你儿子离婚吗？开个价吧。那你这次能给到多少呢？你想要多少？我跟江正宇结婚，他给了我5000万。你要想让我跟他离婚，应该比他更有诚意吧？1个亿，够吗？不够。你胃口也未免太大了。
江卓云如今是明达集团的总裁，跟他离婚，我能分走多少财产，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宋小姐，你得罪我，对你没有半点好处。如今我什么都没有，你威胁不到我。如果你是真的爱卓云的话，那你就应该把江太太这个位置让出来。这个位置应该属于一个跟她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而不是你这么一个对她事业毫无帮助的孤女。沈总，请不要把你的想法强加到江卓云的身上。江卓云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有他的感情，有他的喜怒哀乐，也有他的选择。你这是在教训我吗？你不需要我教训，但是我最后再说一次，我这辈子都不会离开江卓云，除非他亲口告诉我他不爱我，让我走。你看看这些，如果你到时候还这么笃定的话，那我可以不拆散你。这是什么？你打开就知道了。沈总，人找到了。这个宋清辉是咱们去年南郊工地上出事故的那个。他老婆一直不肯罢休，想挖出证据，证明宋清辉的死并不是意外。穷人嘛，是这样的，就会想着多闹一闹，想多拿点赔偿。我听说宋太太因为宋清辉的死受了刺激，精神不太好。宋小姐是家里的支柱，没想到她竟然是宋清辉的女儿。星月，你说这算不算孽缘？沈总，要不咱还是换个人吧？不，就是她，我确定，她会是卓云喜欢的女孩子。但恐怕宋元不会同意咱们的要求。星云，你知道怎么样让一个人竭尽全力地抓住救命稻草？首先，你得让他跌入泥潭，别无选择。您的意思是？你跟了我这么多年，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沈总，昨晚宋家大火，宋家和邻居周家都被烧了，周家要求宋家赔偿300万。你做得很好，等宋元彻底走投无路了，再带他来见我。明白。我爸的事故，还有我们家的火灾，自始至终这一切都是你的精心策划。你有什么证据吗？你知不知道你们这是在犯罪啊？你爸的死那是工地钢筋掉落导致的意外，而那个承包商也只是我们明达旗下的一个子公司而已。至于你家的火灾，那不是你母亲发病忘了关燃气而导致的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宋小姐，诽谤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小姐，什么？小姐，哪有那么多的为什么？你们这些穷人就知道胡闹，以为这样就可以多拿点赔偿。我最后一次警告你，离开我儿子。等等，江卓云，他知道这些。你觉得呢？我在你公司楼下了，你在哪儿？你爸的死是个意外，多给5万，已经是我仁至义尽了。吃你爸的人血馒头，你们母女不怕遭报应吗？你没事吧？要不要送你去医院？伞给你。
发生什么事了？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圆圆，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这样的。你什么都知道，对吗？回答我。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刚刚知道。听我解释，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们讲讲，竟然他是我太可笑了！我居然爱上了害死我爸妈凶手的儿子，我太可笑了，我太可笑了！圆圆，你不这样，你不要这样，圆圆。你们江家在江州城是呼风唤雨，但是江主任，我告诉你，我爸妈的死，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离婚协议书已经都准备好。圆圆，不要离婚好不好？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满足你。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只要你想要，都会去做。那我要一份签好字的离婚协议书。我想要坏人得到惩罚。江愁云，我是不可能跟仇人的儿子在一起的，你懂吗？你继续租这房子就最好了，里头那些东西我就不叫人来收拾丢了。江总，咱回去吧，这也太大了。是这，他又不要我。江总，我觉得太太还是爱你的，她肯定不能跟你离婚的。对他什么都知道，根本不爱我。宋元，江总，您让我查的那件……江总，您发烧了，我带您去医院。打电话给他，就说我又不吃药，又不去医院。哎，太太，江总发烧了，您回来看一眼吧。发烧就去医院，我又不是医生，治不了病。太太，江总不愿意吃药，也不愿意去医院，他现在烧得迷迷糊糊的，一直喊您的名字，我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才给您打的电话。去不了医院就叫家庭医生上门。太太，江总其实挺可怜的，白天他用工作麻痹自己，晚上喝多了就一直喊您的名字。太太，您回来看一眼吧，江总只听您的话。太太把电话挂了，他也太狠心了吧！别怪他，也是我让他伤心了，他才会这样。江总，那我送您去医院。你亲自去找他，我想见到他。是。圆圆，你发烧了，
我先给你降温。我们能不能不离婚？圆圆，我爱你，你能不能不要再抛弃我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谈吧。就算你不爱我，也请留在我身边。到底该怎么选？江总，董事长来了。知道了。卓云，我听薛兆说你生病了，烧退了没有？好多了。妈妈还是不放心，还是叫周医生来一趟吧。星云，打电话。妈，够了。妈妈是担心你的身体，妈妈这也是为你好呀。你要是真是为了我好，就不会去找宋元。我说过了，你是明达的继承人，身价1000亿。宋元她一个孤女，配不上你。是谁让她成为孤女的？她原本也有父有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看来宋庆辉的事情你已经查清楚了。卓云，宋元爸爸的事情真的是一场意外，妈妈也很遗憾。你敢说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吗？你是在审问你妈妈吗？可以这么认为。南郊工地的意外是因为你采用了不合格的钢筋，导致了楼梯坍塌，掉落的钢筋害死了宋庆辉，对吗？出事之后，你怕因为钢筋材料不合格的原因被查到，从而导致明达集团股价的下跌，所以掩盖了真相。你从哪儿拿的这些东西？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是，我承认。宋庆辉的死，我们的确有责任，但是我亏待他们宋家了吗？我给他们赔偿了200万，200万还不够吗？像他们这种下等的人，连200万都没见过，他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吗？我有什么错？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明达。难道你要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多年的心血因为一个低贱民工的死而毁于一旦吗？宋庆辉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狠心的去找宋元引他下套，一步一步的把他逼入绝境，他妈害死！是他的母亲自己承受不住压力跳楼自杀的，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已经给了他们200万了，难道他还嫌不够吗？简直不可理喻！说起来你可能不信，事情就是这么巧。我原本也不知道宋庆辉就是他的父亲，要怪就应该怪你，是你在漫天下雨的街头给了他一把伞。邢云当时拍照片给我看了，我一看我就知道，宋元就是你喜欢的那种女孩子，你们俩注定是一场孽缘，你们没有相守一生的缘分，所以妈妈这么做是替天行道。凭什么操控我的人生，操控我的感情？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儿子，是明达的继承人。你生来就在金字塔的顶端，为什么要像一些平凡的人一样碌碌无为的过一生？我不允许。就像你不允许当初爸爸想做一个摄影师一样，对吗？你可以这么理解。简直不可理喻。我不可理喻，那你呢？你难道要为了一个女人把你亲妈送进监狱吗？是你欠她的。
很好，就算是你把我送进监狱，宋元他会原谅你吗？我不仅害死了他爸爸，我还间接害死了他妈妈，我甚至连他肚子里你们的孩子也是我谋杀的。我封杀他，我让他在江城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找不到，像条狗一样的东躲西藏了2年。就算是你大义灭亲，要去讨好宋元，可是他会原谅你吗？要是他选择跟你在一起的话，他该怎么向他9泉之下的父母去交代？他居然跟他仇人的儿子在一起，往后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他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这张脸，你觉得他是痛苦多一点，还是幸福多一点？不管怎么样，都是我们的错，是我们欠宋元、欠宋家一个公道。你同人想要公道，本就是做梦。沈梅英、江行云，你们2个跟我走一趟，配合调查4年前南郊工地上发生的命案和3年前宋家的火灾。你竟然真的报警了！是你捡到的，这是南郊命案相关的资料。我辛苦筹谋了这么多年，为了你，为了我们江家，没想到到头来我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我沈梅英这辈子最大的错误，就是嫁给你那个废物老爸，生了你这么个不孝的东西。放开我！不要离婚好不好？你想要的一切都可以满足你。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只要你想要，都会去做。说好，答应你的。字我已经签好了。江周云，我不要你的钱。为什么？我想要的东西你已经给我了，你母亲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对我来说就够了。离婚协议，你等改好之后再找我吧。圆圆，离婚协议改好之后，我们直接在民政局签吧。好，江周云，再见。宋元，再见。江总，我觉得太太还是爱您的，你也舍不得太太，那您为什么要签那个离婚协议书呢？就算我们再想，也不可能在一起了。我不理解，那明明相爱的2个人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他居然跟他仇人的儿子在一起，往后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他醒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这张脸，你觉得他是痛苦多一点，还是幸福多一点？我跟他在一起，只会给他带来痛苦。我不应该自私的把他留在我身边。可您还没问过太太的想法呢。有必要问他？当然有必要。姑娘，你这是遇到啥事了？哭得这么厉害？没事，我就是丢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丢哪了？要不我陪你去找找吧。找不回来了，大哥，找不回来了。只要有心，我们就能够找回来。真的吗？真的，我真的从来不骗人的。
请问是宋元吗？我是。您好，宋小姐，我是沈梅英女士的辩护律师，沈女士想见您一面，请问您方便吗？方便。那明天下午3点，我们在江州看守所门口碰面。你要见我，是有什么事吗？知道我为什么讨厌你吗？我不知道。沈家和江家是世交，我和卓云的爸爸从小青梅竹马长大，恋爱和结婚都自然而然。卓云长得很像他爸爸，用丰神俊逸4个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夸张。婚后我们也过了几年幸福的生活，但直到卓云5岁那年，他突然跟我提出了离婚。你现在跟我说你对我没有爱情，要去寻找什么梦想？江明达，你疯了吗？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这些你很难接受，但没关系，你不懂我，我也不会怪你。我不懂你，那外面有人懂你是吧？是。江明达，你混蛋！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冲动？父母希望我继承公司，所以即便从小我就喜欢拍照，我也必须要放弃，然后按照他们的想法去学习金融，继承家业。我曾经以为这都是对的，因为我所拥有的生活是很多人劳碌一辈子都到达不了的罗马。但是美玉，人到中年，我突然觉得这一切特别的没意思。所以你出轨了？1年前，我重拾了摄影，在一次采风的时候，我认识了庆怡。到底哪一点比不上他？你要为了他抛弃我们这个家，抛弃我们母子？你没有比不上他，但是他懂我。你从根本就觉得我一点摄影的天赋都没有，甚至觉得我拍的非常烂，宁愿从外面请来摄影师到家里来，也不愿意让我试试。但是庆怡，她懂我每一个镜头背后的想法。OK， 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想要过的生活不是现在这样子的，你明白吗？我不明白，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活不过，你要去做什么艺术家梦？江明达，你不是在追求梦想，你是痴心妄想。我会精神出户，今晚就搬出去。对不起。你这么迫不及待要走是吧？行，你滚，你马上滚，滚！好。雨月，以后爸爸不在家，你一定要好好听妈妈的话，知道吗？乖。那天晚上，他要去找那个女人，可是万万没想到，却在半路出了车祸。我和卓云赶到医院去见了他最后一面。从那以后，卓云就记恨上了我。他认为是我害死了他爸，可是他却不知道，是他爸爸抛弃了我们母子，为了去找另外的一个女人，而丢了自己的性命。而我却只能选择告诉身边所有的人，他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情跟我发生了争执，随后外出发生了意外。听起来我跟同样被丈夫抛弃的斯里特克兰德太太很像，对吧？但是却恰恰相反，我的丈夫是真的出轨了，而我还不能以此为理由向众人宣告他抛妻弃子，反而还得为他编造一个谎言来替他遮羞。你为什么不把真相告诉江卓云呢？那个时候他还太小，等他长大之后，我也觉得没有必要再告诉他。毕竟我不想破坏父亲在他心目中完美的形象，他需要有这么一个寄托。因为他父亲的前车之鉴，所以你反对他追逐梦想。他生来就是天之骄子，他拥有普通人奋斗10辈子都得不到的生活，为什么要去做那种不入流的艺术家？有什么用？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不需要你的怜悯。即便你自己情感受到了伤害，你也不应该剥夺江卓云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这就是我讨厌你的原因。
当初我在医院里见过那个叫庆怡的女人，你跟她一样，都长了一双让人讨厌的眼睛。这双眼睛里面充满了倔强和怜悯，而且你们还用同样的眼神看着我，说了同样的话。你之所以愤怒，是因为我说的话触中你的痛点，对吗？闭嘴！你懂什么？你之所以提起这些往事，是想为你害死我父母找借口开脱，还是为你控制江卓云的人生找理由？在你的故事里，你的确是个受害者，我很同情你，但这些不能成为你犯罪的借口。我不需要你的同情，我就是想告诉你，像你这种出身卑微的女人，这一辈子就只配跟那些凡夫俗子草草一生，你配不上我的儿子。就算是我坐牢，我也绝对不会同意你们在一起。你说了不算，难道你忘了，是我害死了你的父母？你难道要不念孝道，跟你仇人的儿子在一起？其实，在今天来之前，我一直在想，他们是不是在怪我爱上了仇人的儿子？但是就在刚才，忽然就明白了，他们不是在怪我，他们支持我做的任何选择。可笑的借口！可笑的人是你。我们宋家虽然不富裕，但是从小不管我做什么，他们都支持我，他们爱我如生命啊，又怎么会怪我爱上江卓云呢？我的父母从来都不会因为我的虚荣和需求，以爱之名强加到我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江卓云好可怜啊。如果最后连我都不要他了，那他就更可怜。我之前是觉得我跟他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他那么璀璨的人生不应该存在我这种平凡的人。但是后来我想明白了，我跟你，包括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替他去选择他应该过什么样的人生，去爱什么样的人。所以这一次我要让你失望了，不管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不会放弃他，我都会陪在他的身边，爱你他，支持他，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其实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裂痕，就是因为这些不完美，所以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或许你可以考虑把事实告诉他，他有知道真相的权利，也有承担痛苦的勇气。你应该放过他，也应该放过你自己。那我就坐等江总的2个亿到站喽。今天晚上100亿桌，全场消费，本公子买单。该你。喂，是宋元家属吗？这里是江州人民医院急诊室。是我。他怎么了？宋元发生车祸在抢救，请你立刻来医院。江老板，怎么？你去哪儿啊？车在哪？停车场。钥匙给我。钥匙给我！你告诉我你去哪儿，我来开。你这样能开车吗？走。不是，帮我查一下宋元在哪儿。宋元，前面。江卓云，你怎么在这儿？没事吧？你受伤了啊？我没事啊。哦，那车撞的是别人。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不是，学长，江老狗什么时候和小宋搞到一起了？这事你知道吗？我知道啊。你知道你不告诉我？我早就告诉过您了，不过您好像没太理解。有吗？陆总，您呢先醒一醒，我去看看太太的检查单。不是，你叫宋元什么？
太太。对啊。我操！我说他怎么3星大发给我捐2个亿，原来在这儿等着我，这狗东西！哎，学长啊，你帮我想想，我以什么姿势下跪比较容易得到宋元嫂子的原谅？哎，当时在路上有人拉了我一把，我就擦破了脸，没事的。江哲宇，今天你在医院是为了我死了？不许你胡说八道！如果我真的死了，太太说这种话试试。谁让你亲我的？咱都离婚了。没离，还是我。不要理。你都不问问我跟你妈说了什么吗？说了什么？我跟你妈说我会尽快跟你离婚，从此老死不相往来。离婚协议我已经叫学长去改了，我改完之后，我没时间写。笨蛋！我说啊，我刚才都是骗你的，不是那么跟你妈说的。那你怎么和他说的？我跟她说呢，我以后都会好好陪着你，陪你从天光乍破一直走到暮雪白头。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自己的方向，他们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而我向你。从我见到你的第一眼，我就知道，你是天赐的救赎，是迟来的礼物。我们以后永远在一起，